喂，沈先生，您妹妹审核的住院费已经拖欠3天了，今天必须补缴3000块。我今天发工资，我拿到钱马上补上，最迟今天下班前补上。沈晨良，下水道又堵了，嘱咐待会儿要备料，赶紧去通。好，来了。 Cette pousseur gâche l'arôme de la truffe. Dégage, va nettoyer loin. 今天发工资，拿到钱，呵呵的药费就有着落了。沈晨良，底薪3000，这个月你打破了一个水晶杯，扣1500。前天你身上的酸臭味熏到了 VIP 客人，扣800。还有，刚才主厨投诉你干活不利索，再扣400。喏，300块，拿着，记得感谢我。温总，那个杯子是服务员撞碎的。 客人投诉也是因为空调坏了，这3000块是救命钱，我妹妹在医院等着这笔钱买药，求您把底薪发给我。你妹妹关我什么事？刘金旭是开餐厅的，不是开慈善机构的。嫌少，嫌少，你连这300都别拿。底层的人一点没眼力见，赶紧去倒垃圾。 你妹妹突发心衰进了抢救室，医院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今晚12点前如果补不齐5万块的手术预叫款，明天直接停药出院。你尽快缴费吧。5万，到处借遍了，呵呵还在等，还能怎么办？我太爷爷传下的秘籍，难道要靠这个？太爷爷，您说这本手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现世，但今天呵呵要没命了，我要用它。 从这帮吃人的资本嘴里把命抢回来！你这个下贱的杂工，谁让你偷用厨房的锅自己做饭的？他们眼里的垃圾，却是山涮里提鲜的极品。陆老板，你这是把我当猪喂都没有！这松露一点香味都发苦，芥末除了塞牙还能干什么？结账，以后别叫我来了。王总您息怒，我马上让主厨重做。等等，这是什么味道？这鲜味儿怎么有这么层次？这好像是后厨飘来的。 你这个下贱的杂工，谁让你偷用厨房的锅自己做饭的？还弄得乌烟瘴气！马上给我卷铺盖滚蛋！这碗汤算你偷窃！你给老子闭嘴！小兄弟，这汤这面，我出1万块，卖给我吃一口就1口，给我留一口。家传。 你用的是我厨房的燃气，我冷库的边角料，你这叫职务发明，懂吗？老子去告你盗窃公司财产！鲜，太鲜了！没有味精，没有高汤，全靠食材本味的碰撞，这口感层次。陆老板，你们店里藏着这种绝世高手，刚才居然给我吃那种垃圾金箔！这穷光蛋居然有这种手艺，连王总这种老饕都吃得连碗都甜了。这要是挂在店里卖，得赚多少钱？王总。 这是我们店隐藏的秘密研发菜品，不对外公开的。您喜欢，下次您来，我专门让他给您做。哦，那说定了啊！慢走，慢走。小沈啊，平时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手艺。那个什么菌菇面，把配方写下来，交给了美安。那是我的家传手艺，配方不外传。家传？你用的是我厨房的燃气，我冷库的边角料，你这叫职务发明，懂吗？老子去告你盗窃公司财产！您去告。 反正我一无所有，看看警察抓谁。你不怕坐牢？那你妹妹审核呢？市中心医院心脏瓣膜修补手术还差5万块钱，下周2要是交不上，她就得被赶出重症监护室吧。这样吧，你每天中午和晚上偷偷在后厨角落煮50碗这种面，我对外就说是隐藏单品，每卖出1碗，我给你提成10块钱。月底5万块钱，我一分不少结给你，救你妹妹，怎么样？好。 但我要先预支2万医药费。成交，去干活吧，杂工。
3号桌催东方菌菇汤面，8号桌也要2碗。陆冲，你以为我的古法汤是那么好白嫖的吗？你拿走的只是一颗定时炸弹。Tu es un salissime， 用那种低端廉价的草根煮出来的泔水，破坏了整个餐厅的格调。Tu as baissé mon niveau mission。温总，听说贵餐近期爆火的秘制东方菌汤面，每天限量50份，一杯难求。请问这道神级美食的灵感来源是什么？这可是我和我先生翻越法国米其林公级，苦熬了半年才研发出来的独家配方，这代表了我们刘金旭的匠心。偷来的东西吃相真难看。Tu es un salissime。用那种低端廉价的草根煮出来的泔水，破坏了整个餐厅的格调。Tu as baissé mon niveau mission。没有我这锅泔水，这家店上周就该关门了。主厨先生，你的金箔救不了流水。干什么呢？沈晨良，今天月末了，来我办公室一趟。Merde， 陆总，这个月我一共做了1500碗面，按约定提成15000，加上我的底薪，还有之前欠我的奖金，一共是31000块。我妹妹明天交费。这里是1000块。拿去给你妹妹买点补品吧。你什么意思？说好的提成呢？提成？沈晨良，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食材是店里的，锅碗瓢盆是店里的，你就是个打杂的。我们赏你一口饭吃，你还敢要提成？没有我的配方，你们根本做不出那个味道。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走，让你们明天1碗面都卖不出去？你走啊！不过我提醒你，古法菌菇面的配方和名字，我们已经作为刘金旭的企业机密申请了专利保护。你要是敢在外面做一碗一模一样的面，老子就让律师告到你倾家荡产。让你妹妹连医院的病床都睡不起。怎么不叫了？刚才不是挺能腕的吗？沈晨良，认清你自己的身份，你就是一个从穷山沟里出来的臭要饭的，没有刘金旭的招牌，你那碗面就是扔在马路边，狗都不吃。行了，老婆，小沈啊，你妹妹的病是个无底洞，这样，你签个10年的卖身契，只要你乖乖在后厨熬汤，这3万块钱。我当做预支工资借给你，怎么样？真以为一张破纸就能锁住传承了1000年的东西？你疯了！陆老板，你申请专利的时候，是不是忘了写上最关键的一位紫苏子？你真以为这半个月你派人在监控里偷看我熬汤就能学到精髓？你少放了配料！我给你们的一直都是残次品，你们拿去注册的也是个垃圾配方。保安，把他给我扣下！不用扣，我辞职。靠偷员工配方吸血，用廉价食材加上金箔装高端。刘金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沈晨良今天就算去街边摆地摊，也绝对不会再给你们做一碗面。好，你给我滚！老子看你个要饭的怎么在街边活下去！没有我的厨房，你连一碗水都烧不开。那我们就走着瞧。啊！西式的浮华与中式的烟火，属于味觉的战争正式打响。收起你的破铜烂铁！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这股穷窜味污染了我的松露？中餐那些地摊货，只有低等人才吃，永远登不上大雅之堂。在你们眼里，包装比味道重要，资本比匠心重要。多说无益，登不上大雅之堂。乐梅尔主厨，你的金箔意面成本不到200，卖2800，吃的是面还是虚荣？你敢侮辱我的艺术？艺术？靠偷我这个低等人的配方来续命的艺术，中餐的烟火气，你这辈子都学不会。让开！有骨气，不过骨气不能当医药费。你兜里现在连500块都没有，我倒要看看你妹妹明天怎么交手术费。你要是跪下来求我，陆老板，准备好看着你的店倒闭吧。哼，就凭你。这里就是战场。
这街上怎么允许摆地摊啊？一股穷酸味儿。那水干净吗？一碗光面卖25，对面刘金旭虽然贵，但人家有米其林主厨呢。走走走，看着就没胃口。酒香不怕巷子深，古法的底蕴不需要靠吆喝。老板，有什么热乎的，给我来一口。我1天没吃饭了，今天刚被裁员。古法素汤面，慢点吃，烫。这味道，怎么会有这么厚重的鲜味？感觉就像寒冬里被人塞了一个暖炉，五脏六腑都舒坦了。太好吃了，真好吃啊！我以为这城市没人管我死活了，一碗面就这一碗面。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重新开始。就是这家，昨天老李在朋友圈发疯一样安利，说吃出了灵魂的救赎，这也太香了吧！这香味把对面的西餐厅都盖过去了。啊，真香！哎呀，这小子居然敢在我的地盘抢生意，给我打城管电话，说他无证经营，占道污染。老板，一碗面，汤要原汤，不要加水。懂行的人，原汤最浓，一般人受不了这个厚重感。火候无转纹，7分香喜，3分醇厚。这不仅是山帅面经里的古法，你还在里面加了烘焙过的紫苏籽。你是什么人？我叫柳毅，独立美食品评人。你这碗面，刘金旭根本不配卖。陆宠举报了你无证经营和卫生不达标，他们要封你的摊。有人举报你占道经营，食品卫生严重不达标，马上熄火，接受检查。同志，这是我所在的社区划定的临时摊位白名单证明，我是合规摆摊。至于卫生，我是专业品鉴人，刚刚顺手测过，他这口锅和汤底的菌六总数比对那家自称米其林3星的刘金旭还要低3个标准点。你们要查，不如去查查对面冷库里发霉的松露。什么味道？这么香？去买一碗过来。顾董，医生说您的胃受不了路边摊。去。老板，来一碗面，不用找了。顾董，您全吃完了？这汤有灵魂，小伙子，你这手艺在街边风吹日甩，可惜了。遇到任何麻烦，打这个电话。扫他摊位上的收款码，转5万，就当是我在未来新店预存的终身会员费。一碗面25，我不收施舍。这不是施舍，是投资。你救了我的胃，这5万块是你应得的。遇到任何麻烦，打这个电话。算了算了，好好煮你的面吧。微信收款5万元整。沈先生，你刚才转账的5万块收到了，明天一早我们准时给沈河安排手术。呵呵，哥把你拉回来了，顾深的这份人情我记下了。手术很成功，心脏指标正在恢复，好好休养。顾董打过招呼，工商和消防的执照一路绿灯。不过沈晨良，你把店开在刘金旭正对面，门对门，这不是摆明了要逼死陆宠吗？我要的就是他死，压榨我，拿我妹妹的命威胁我，这笔账得用他最在乎的资本来偿还。哎呦，要饭的终于有片瓦遮屋了。就算开了店，你这种底层垃圾也别想挤进高端餐饮的圈子。你以为有顾董给你撑腰你就稳了？在餐饮圈，资本想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你这家店活不过1个月。陆老板，花篮你留着自己用，1个月后，我保证你刘金旭的招牌会像这2个花篮一样被我踩在脚底。老板，你们店就只卖3种面，连个浇头都没有，也不配点高档饮料？大道至简，真正的古法汤底，如果加了复杂的浇头，或者喝了甜腻的饮料，味蕾就会被破坏，尝不出菌菇最深层次的鲜。原汤菌菇面，请慢用。
天哪，这面条是怎么回事？明明在热汤里，怎么吃起来这么劲道爽滑？这是古法的3道水揉面技艺，面团要在不同温度的山泉水中苏醒3次，才能激发出小麦最本真的韧性。对面那些用机器压出来、靠金箔提价的意面，永远做不出这种温度。让温曼来我办公室，马上！3天，整整3天，除了几个喝下午茶的，没有一桌点正餐。我的顶级松露都快长毛了。日流水跌了80%，再这样下去，下个月的租金都交不起了。老公，你慌什么？餐饮这行，口碑建立起来难，毁起来还不是一瞬间的事。你有办法？他不是主打什么纯天然、古法干净吗？要是他的面里吃出点好东西，我看那些高端客还去不去吃。明天中午他店里人最多的时候去，闹得越大越好。文总放心，干我们这行，吃出半个蟑螂都能让他赔的底裤都不剩。明天包他关门大吉。好。哎，你们怎么插队啊？怎么，老子肚子饿了不行啊？闭嘴！几位吃点什么？把你们最贵的面给哥几个上4碗，快点儿！大家都别吃了！这什么狗屁古法面馆，汤里居然有这么大一只死苍蝇，都快吃进肚子里了，简直是黑店！什么破店，恶心了！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所谓的匠心本味，纯天然死苍蝇汤。我这兄弟还在里面吃出了一根老鼠尾巴，这种垃圾店就该被卫生局封掉，恶心死了！老铁们，现在给大家直播打假网红面馆，恶心死我了！你想怎么样？怎么样？今天这事儿对哥几个心理创还太大了，没有10万块钱，这直播绝对关不了。明天我就去卫生局挂你的号。10万，那也就是说，这只苍蝇确实是从我的面里吃出来的，对吧？废话，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刘毅，把门关上。今天这事儿没查清楚之前，谁也不许走。关门干什么？想打人啊？直播间上万兄弟看着呢。各位顾客，我熬这口原汤一直保持在100度沸腾状态。这只苍蝇翅膀舒展，绒毛完好，没有任何被高温烫煮、蛋白质熟化的痕迹。对啊，开水烫过的虫子早就缩成一团了。就算它是钢铁做的，也不可能在我的热汤里游个泳，还能保持这种新鲜程度。那是端上来之后掉进去的，是吗？那你来看看这个。我是非遗饮食调研者。今天为了记录古法面条的制作过程，我在店里架设了3台高清广角摄像机，全程无死角录像。敲诈勒索10万，金额巨大，在网络直播中寻衅滋事、捏造事实、破坏商家信誉。刘毅，够判几年？3年起步。别报警，大哥，我们也是拿钱办事啊！是对面刘金熙的温曼给让我们来砸场子的，钱我都退给你。太恶心了，这种人也配出门？你待会儿准备去跟警察解释吧。不就是一碗破蘑菇汤吗？只要搞清楚配比，我能用资本复制100家店卷死你！我就知道，除了那10几种常见的蘑菇，它还加了紫苏子和干贝。勒梅尔，成分全在这儿了，你马上给我弄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陆先生，
我是法餐主厨，你让我去模仿一个路边摊的汤水，这简直是侮辱！你的高贵法餐上个月亏了30万，按我说的做，用高压锅炖那些蘑菇，再加上你的松露油和奶油，把它包装成西式高级浓汤面，售价定在98元。我要用绝对的性价比碾压对面。沈晨良，陆冲这不仅是偷师，这还是恶意压价倾销，他要用低价抢走我们的客流。古法讲究火候无转纹，山泉水浸泡提鲜。他用高压锅死磕出来的工业化流水线，没有灵魂，不用管它，做好我们自己的面。这什么怪味道？为了模仿对面的鲜味，居然加了那么多味精，又咸又涩。更离谱的是，你们居然加了奶油，又腥又腻，蘑菇全煮烂了，像一锅浆糊。这比对面山转面馆差了10万8千里。就是啊，意面硬的像塑料，汤底寡淡却一股工业香精味，还敢卖98，9块8我都嫌难吃。退钱，挂羊头卖狗肉，去大众点评上给他们差评。各位别急别急，一定是后厨出了点小问题，我马上让主厨重新做。不用了，退钱退钱退钱。今天打假所谓的米其林版菌汤面，家人们，没有古法火候的沉淀，资本的流水线就是品质糟糕。想吃正宗的，请认准对面的古法面馆。顾董，他居然亲自来了实体店。不错。那不是餐饮巨头顾董吗？他居然会来这种小面馆。老板，老规矩。对面用高压锅熬出的汤，我吃了一口就吐了。你这汤还是那个味道，任凭外面狂风暴雨，你这口锅里的火候却一点没乱。小伙子，定力不错。食材不会骗人，手艺更不能骗自己。这是本市高端餐饮协会的顶级供应链准入卡。你这面馆火了，很快就会有人在食材供应链上卡你的脖子，拿着这张卡，全市最顶级的野生菌菇基地都会优先给你供货。这是我对你治好我厌食症的回报，也是对真正匠心的投资。谢谢顾董，这碗面算我请。沈老板，你用一碗面踩了刘金旭的脸，这是本事。但你要知道，在这座城市，真正的高端餐饮圈层依然觉得法餐一餐才是高贵的象征。你打破了他们的优越感，接下来要面对的将是整个圈层的傲慢与偏见。傲慢与偏见也是可以被打破的。慢点。哥，你真的做到了，不仅治好了我的病，还把爷爷留下的手艺开成了店。这只是个开始，走进去看看。你就是和和吧？你哥每天做梦都在念叨你。我是柳毅，是你哥的朋友。柳毅姐姐好。哥，我在医院没事做，就根据山涮面经理的描述，重新设计了我们面馆的 logo， 还有成面的餐具纹样，你看看能用吗？呵呵，你简直是个天才！这套视觉是如果做出来印在餐具和外包装上，绝对能碾压对面那种暴发户一样的土豪金审美。好，就用和和的设计，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中式民间美食也可以有最高级的审美。沈晨良先生在吗？有您的专业邀请函。
我就是。这是鸿门宴，本地高端圈子一向只认西仓，陆虫竟然动用他在协会的权力邀请你，绝对没安好心。如果不去，他们只会觉得中餐心虚。既然他搭了戏台，我就去唱这出大戏。陆总，听说对面开了个卖面条的地摊货，抢了您几天生意。这种低端小吃怎么能跟您的法餐比？乡下人混口饭吃不容易嘛。我今天特意发了邀请函，让他来见见世面，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高级。这不是我们以前后厨刷盘子的沈晨良吗？怎么穿得像个唱戏的就跑来了？小沈，来，那是你的位置。今天桌上这些黑鱼子酱和蓝鳍金枪鱼，你在山沟沟里肯定没吃过，多吃点。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那个号称用一锅清水煮蘑菇就能打败法餐的神奇厨师。你们觉得这可笑吗？中餐本来就上不了台面，更别提一碗面条了。那种东西只配填饱农民工的肚子，根本谈不上味觉的艺术。一碗清水能化百味，你们口中的高贵不过是靠天价食材堆积出来的虚荣。真正的烹饪艺术是化腐朽为神奇，而不是化神奇为金钱。诸位既然觉得西餐不可战胜，那就在1个月后的城市美食大赏上见真章吧。我沈晨良会用一碗你们看不起的中式素面，把在座的各位全部送出局。你们干什么？这里没有市政工程，凭什么堵我们的门？上面接到举报，说你们店招牌有安全隐患，整改期间外立面必须围闭，找我们没用，去找物业和街道办吧。张老板，什么叫今天的牛肝菌没法送了？我们是签了供货协议的，双倍违约金你也要退，谁在背后压你？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陈良，我问过圈里的朋友了。陆虫动用了高端餐饮协会的资源，下了全城封杀令，不仅切断了我们的食材供应链，还买通了物业。我觉得最近店里的生意……怎么又关了？好像是被废封了。不让我出摊儿，不让我买菜，这是想把我活活困死在这口锅前。水车和发电机我都联系不到了，没人敢接我们的活儿，怎么办？在餐饮圈不会做人，连烧开水的资格都没有。一整天没营业，明天那小子就得关门滚蛋。顾董说了，如果3分钟内这堆违规的蓝色围挡还不拆掉，顾氏集团旗下所有门店，明天全部从你们的物业公司撤场。拆，马上拆！沈老板，顾董要跟您说话。
小沈，资本的围墙我替你推倒了。既然陆虫喜欢玩阴的，你就用最纯粹的手艺，在明面上把他彻底打死。顾董放心，明天我让他连一桌客人都接不到。顾深能管线下，他管得了线上吗？现在这个时代，杀人不用刀，用键盘就够了。我刚刚花30万请了全网最火的打假博主刁嘴哥，他出马，没有哪家店不被网暴到倒闭的。家人们谁懂啊？这就是网上吹上天的什么古法素面，这汤底黄澄澄的，一看就是超标使用了色素，还有这鲜味，绝对是倒了半瓶廉价工业味精提鲜的海克斯科技。看，这就是化学调料，家人们避雷啊！店里不欢迎恶意拍摄，请你出去。打人了！黑心老板被揭穿，恼羞成怒打人了。陈良出事了，刁嘴哥的视频上了同城热搜榜第1。现在网上全在骂你，不明真相的跟风粉太多了，明天店门估计都开不了。谎言在极致的专业面前不堪一击。刘毅，带上你的设备，我们去厨房。开机，全程不间断录制。第1条，黄澄澄的色素。植物天然油脂碰撞，不需一滴酱油，只有不懂行的门外汉才觉得这是色素。第2条，汤底加了廉价味精、氨基酸、核尖酸，它的鲜度是味精的30倍。这就是鲜味的叠加。刁嘴哥这个骗子，拿盐当海克斯科技骗老子！播放量破500万，我们要翻盘了！竟然把我的账号给弄没了，还上了热搜，现在全网都在可怜他了。宝宝们，今天我们来到了热度第1的面馆。怎么会这样？我花了30万，怎么全变成了给他引流的嫁衣？够了！法餐的荣耀不能被一个路边的厨子践踏。我不会再看着你们耍那些可笑的小聪明了，我要在所有人面前堂堂正正的击碎他的面条。如果你输了，就关掉这家面馆，在全城人面前承认，中式小吃永远是法餐的附庸。战书，我接了。但如果我赢了，你要当着全城人的面承认刘金系的金箔意面连我这锅面汤里的残渣都不如。勒梅尔虽然人品不行，但法餐的基本功很扎实。听说他为了这次比赛，专门从法国空运了顶级白松露和伊比利亚火腿。我们现在这锅汤真的能赢吗？普通的鲜味确实压不住法式浓汤的厚重。古籍上记载，当年进贡的御膳素面中，有一位黑虎长君，他有一种特殊的沉香，能让汤底的层次感成倍放大。要让这群自傲的西方主厨闭嘴，
光靠鲜不够，必须要有让他们无法理解的深邃。如果这位菌菇能完美融合，汤底的后调会像陈年老酒一样悠长。怎么会这样？火候不对吗？失败了，黑狐主菌的霸道吞噬了其他菌花的鲜味。如果没有办法驯服它，在赛场上我拿什么赢？所有办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这是审核画的白萝卜草图。哥，吃多了蘑菇容易腻，配点萝卜解解腻吧。我知道怎么办了。成了。小沈，听说你为了比赛在闭关升级汤底，赶紧给我来一碗尝尝。王总吗？这是您的面。这绝了！刚入口是纯粹的鲜，但咽下去之后，居然有一股厚重的沉香直冲天灵盖。这汤不仅没被面条稀释，反而把面的麦香完全激发出来了。陆虫那个废物，拿什么跟你比？来我们家看看，请。王总，您吃完了？哎呀，路边小吃也就是图个新鲜。我店里刚进了顶级。陆老板，你以后不用给我发微信了。吃过沈老板的这碗琥珀汤，你店里那些涂满黄油、塞满金箔的意面，在我嘴里就是一堆油腻的垃圾。你的 VIP 卡我退了。哈哈哈哈哈哈！最近有一家所谓的中式面馆在网络上大放厥词。作为米其林3星主厨，我今天必须揭露这种底层食物的真面目。没有繁复的酱汁，没有顶级的食材堆砌，这种只配给苦力冲击的碳水上合物也能叫美食？在法国，这种做法，看到了吗？这种用大铁锅乱炖出来的东西，连尊贵的狗都不吃。放屁！你懂个屁的中餐！勒梅尔主厨，您这在向对面的沈老板公开发难吗？哼，沈晨良，你是个懦夫，只敢躲在那些被水军洗脑的网民背后。1个月后的大赛，我要让你在全城的镜头前输得跪在地上，承认中餐是垃圾。怎么，不敢说话了？还是承认你的面条只配喂狗？我给狗的面里放了大量狗不能吃的葱蒜成分。这只狗的嗅觉比你灵敏，它知道吃了会死，所以不吃。而你，号称米其林3星主厨，却连最基本的食材相克都看不出来。你的味蕾，难道也是用金箔贴出来的？你耍诈！是你自己把无知当成骄傲，勒梅尔。既然你把脸凑过来让我打，那我们就把赌注下大一点。1个月后的城市美食大醒，如果我的素汤面赢不了你的松露意面，我当场砸了山钻面馆的招牌，永远离开这座城市。我要你勒梅尔脱下你的厨师服，滚回你的国家，终生不得再踏入后厨一步。我要你陆虫的刘金旭彻底关门大吉。好，我答应你，
我要看着你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滚出餐饮线！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好好珍惜你还能穿厨师服的最后30天。真正的厨艺不靠仇恨驱动，放下杂念，把心融进这口铁锅里，汤自然会给你答案。陈良，现在的琥珀汤底已经很完美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比起记载中当年进贡给皇室的神仙面，似乎还差了一丝神韵。糟了！陈良，你快来看，这页纸是双层的，里面有东西。这不是普通的配方，这是当年我太爷爷为了保护这道面食不被洋人抢走，故意隐藏起来的终极工艺，以木养气，以食聚鲜。天哪，这不仅是美食配方，这是一项完整的未被发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技艺。如果我们能在比赛中用出这一招，勒梅尔，你输定了。以木养气，以食聚鲜，我终于明白了。我们一直用燃气灶和铁锅熬汤，火是死火，锅是死物。当年御膳房的古法，熬汤的木柴必须是3年以上的陈年果木，而锅必须是天然麦饭石打磨的石锅。只有木香和石髓渗透进汤里，才能激发菌菇最极限的潜力。难怪你总觉得差了一丝神韵，这根本不是烹饪，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非遗哲学。主任，这是清代宫廷御膳民间传承的孤本，其中的果木石锅素汤技艺不仅具备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差点在战乱中失传。我申请走非遗特殊通道加急审核。柳小姐，你是专业的调研员，怎么也跟着胡闹？熬个蘑菇汤而已，还扯什么以木养气？现在外面打着古法旗号骗人的网红店还少吗？这种江湖杂耍般的说辞，我们是不可能批复非遗称号的。这不是骗术，这是有实物和史料佐证的。没看到实物做出来的效果，光凭几张破纸不予通过。你回去吧。柳小姐，我很忙的，在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能做出什么？请指教。我收回之前的话，这门手艺如果断了，是我这个非遗评审员失职。这份申报，我亲自去市里替你跑。非爷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人沈晨良，官方认证。他从一个地摊小贩变成了官方保护的非遗大师。老顾啊，最近这嘴里淡出鸟了，天天就是松露鱼子酱，吃得我反胃。今天这压轴菜到底是什么名堂？一道你们花钱都买不到的人间烟火。上菜。老顾，你这是什么意思？弄个烧炭的石锅上来，这像什么话？这穷酸样也配上我们的桌？非遗古法果木石锅素面，各位请品鉴。
怎么，刚才不还说穷酸吗？老李，你口水都快滴到西装上了。哎，绝了，绝了！我吃了大半辈子的高级法餐，今天才知道，原来最顶级的味道竟然是这种洗尽铅华的纯粹。沈大师，你这碗面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老顾，这口石锅里的底汤还有吗？我出10万，把剩下的包了，我要带回去给我家老爷子尝尝。你凭什么包圆？我出15万，就是东西，不顾身这碗饭，就是出大钱，顾身直接出。各位老板抬爱，这锅汤是赠品，千金不卖。想吃，随时欢迎来我的山税面馆。法餐高人一等的时代，在今天结束了。李总，陆成，撤资协议明天发你。你那个装模作样的刘金旭，赶紧关门吧。跟人家的非遗古法比起来，你那就是工业垃圾。我是王总的秘书，王总说了，他在你们这圈子里的朋友，以后都不会再去刘金旭了，嫌丢人。沈晨良，你想让我死，那我就让你先下地狱！陆老板，办妥了，明天只要有人吃了他家的东西，不死也得进 ICU 抢救，他死定了。同学们慢点吃刚出锅的汤。别吃！肚子，救命！怎么回事？快打120！快！啊！面里有毒，非遗面馆吃死人了！沈晨良，你的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群体中毒事件，现在依法查封店面，请你跟我们回局里协助调查，所有食材全部带走化验。我配合，但请一定要化验保鲜柜第2层的菌菇，那里的味道不对，被人动过手脚。监控。陈良，我绝不会让你的心血毁于一半，我知道该怎么做。非遗大师，我看你是投毒杀人犯，这辈子在牢里度过吧。警察已经介入了，他店里肯定有监控，你找黑客远程侵入他们的网络，把昨晚的录像全部粉碎。记住，是物理粉碎，绝对不能有恢复的可能。陆老板放心，我已经在操作了。95，搞定，准备即时化。陆冲，你休想毁尸灭迹！队长，结果出来了，汤底里含有高浓度的工业剧毒鼠药，绝不是食物本身变质或相克产生的，明显是人为蓄意投毒。医院那边说，幸亏吐得快，几个学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警察同志，我有证据，有人恶意投毒。这是个惯犯，马上全市排查这个纹身。各位，碍眼的东西终于清楚了，属于我们的高端时代回来了。
干什么？这里是高档场所。陆成，你涉嫌雇凶投毒、故意杀人未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你的雇佣杀手蝎子已经全部招供，跟我们走一趟吧。不，老公！我说过，我会让你下地狱。阴谋诡计毁不掉真正的味道，只要这把火不灭，传承就在。小沈，陆虫进去了，但事情还没完。这次大赛是近10年来规格最高的一次，评委不仅有国内泰斗，还有国际米其林评鉴机构的要员，含金量极高。如果陈良能在这种赛事上夺冠，那古法面食就能彻底打破西餐的鄙视链，登上世界级的大雅之堂。但你的对手比陆昌更纯粹，也更可怕。勒梅尔不仅没有走，他自己掏钱买下了刘金旭的经营权。他现在把保住法餐的尊严当成了他唯一的执念。他放话了，要在决赛用最极致的松炉料理正面粉碎你。他把尊严寄托在昂贵的食材上，我把底气放在1000年的传承里。这场比赛，我等很久了。哥，你天天做山珍海味给大家吃，今天尝尝我煮的面，祝你旗开得胜。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呵呵。哥答应你，赢了比赛，我们就把面广销到全国，让所有人都尝到咱们爷爷的手艺。陈良，情况不妙，这次大赛分为3轮。初赛是极限快压，所有选手必须在现场30分钟内完成从备菜到出餐的全部过程。30分钟？可是哥哥的石锅熬汤，光是木炭生火预阿就要20分钟，汤底至少要熬煮4个小时才能出味道啊！这是典型的西式简餐考核标准，对那些煎牛排、煮意面的厨师很有利，但对中式慢炖古法来说，这完全就是一道催命皮。如果你在30分钟内强行端出一锅没熬透的清汤寡水，评委第一口就会把你淘汰。古法不能改，火候不能减，但规则死板，难道在第1轮就要折戟沉沙？时间不够，就用极致的压力和高温去逼迫食材。陈良，你疯了，这样烧会炸膛的。27、28。30分钟足够了。看那个中国人，他带了个茶壶来比赛，他是打算给我们跑茶喝吗？在30分钟的极限赛制里，他的大锅炖就是个笑话，他连初赛都过不了。第1轮极限快压初赛现在开始，倒计时30分钟。他在干什么？那点水怎么可能在30分钟内熬出能配面的底汤？Chinese chef, are you jesting with us? At a prestigious culinary competition of this caliber, you serve us a bowl of noodles without so much as a sauce? 最高级的食材不需要浓油浙酱的掩饰，请品尝。上帝啊，这不可能！在短短30分钟内，这种如同发酵了10几年的醇厚底蕴是怎么做出来的？这汤，这面条的劲道……哼！哇！狗屎运！评委只是吃腻了肉类，想换换口罢了。陈良，你上热搜了，第1轮就碾压了那群网红西餐厨师。初赛的紫砂萃取，只是为了应付时间规则的权宜之计，失了古法木石相融的大气。
半决赛的对手是法师高汤，我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把石锅和果木的温度配比控制到毫厘不差。初赛只是烟火破了浮华，接下来的硬仗才刚刚开始。各位，看到这个了吗？产自法国佩里格尔的极品黑松露，每一克都比黄金还要昂贵。明天的半决赛，我会用它作为主菜。那个姓沈的中国人以为在初赛耍了点小聪明就能赢我，中式素面就像一辆破烂的自行车，他再怎么努力也永远跑不过法餐这辆法拉利。我笃定，明天的赛场就是他滚出餐饮界的日子。陈良，你看看他多嚣张！他不仅在侮辱你，还在侮辱我们整个中餐文化。自行车还是法拉利，到了终点才知道，最高级的食材，如果不懂它的脾性，不过是暴发户的炫耀。火候到了。Petus above Wagyu est à la truffe noire et la francita, accompagnée de caviar et de fuilia de alimentaire. Les plats d'exception incarnent les plus outstanding de la réussite européenne. 年轻人，虽然你初赛表现惊艳，但在半决赛这种极具艺术感的要求下，你这碗面未免太简陋了。简陋，先生，中餐的艺术不在于表面涂抹的金粉，而在于时间的沉淀。这温度，这底蕴，我仿佛吃到了生命力。它比黑松露更醇厚，比和牛更治愈。勒梅尔，你的料理看似华丽，但食材堆积的毫无逻辑。松露的霸道完全破坏了和牛的口感，空洞浮华，这就是一盘为了炫富而存在的工业垃圾。温度永远胜过冰冷的精致。呵呵，怎么了？早上不是还好好的吗？是术后的迟发性排异反应引发了高烧。接下来的72小时非常关键，家属必须寸步不离的陪护，随时观察生命体征。72小时，可是3天后就是金鼎奖的总决赛了。这3天的备赛期如果断了，前面的心血就全白费了。我赔，给我一张陪护床。如果没有妹妹，我赢了全世界又给谁看？哥，你回去，总决赛的汤要看着火候的。不去了，什么比赛，什么名声，都不如你重要。哥只要你好好的。不行，哥，你不能放弃，那是太爷爷的传承，是咱们中国人的面子。你不是答应过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古法素面吗？你如果为了我放弃，我宁愿……别说傻话。好，哥答应你，不仅要陪着你挺过这关，还要把总决赛的冠军奖杯拿回来放在你的床头。留意，果木撤掉2根，火太大了，汤里的海带会发腥。转文火，倒计时35分钟后加入紫苏籽。收到，火候已调。陈良，你那边怎么样了？还在烧。无论如何，替我守住那锅汤。交给我。奇迹啊！排异反应完全压下去了，体温恢复正常。沈先生，他脱离危险了，而且以后会比正常人还健康。哥，快去，属于你的战场在等你。距离总决赛开赛还有最后3分钟，请问山转面馆的沈晨良选手来了吗？不敢来了吧？没有软肋，全是盔甲。勒梅尔，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中国匠人。总决赛现在开始！太奢华了，这简直是艺术品，这才是冠军该有的样子。
Honorable judges, this is my ultimate creation, Gilded Reverie. I have seamlessly harmonized the 3 most expensive ingredients in the world, and this dish stands as the crowning glory of French haute cuisine. As for that bowl of plain boiled noodles beside it, I hardly deem it worthy of even a single taste. It is nothing less than an insult to the judges' palates. 沈晨良，半决赛的素面虽然惊艳，但总决赛你需要拿出更高的规格。你这碗面连一点点装饰都没有，太单调了。哼，浮华迷人眼，但真正的味道从不需要装饰。各位评委，请先品尝勒梅尔主厨的作品，再来喝我这碗汤。肉质鲜嫩，松露香气浓郁，非常典型的法式奢华。哼，请各位漱口，现在尝尝这碗素面。天哪，为什么？刚才那盘意面，怎么突然感觉像是在嚼一块浸满工业香精的肥皂？勒梅尔，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为了追求表面的奢华，把所有昂贵的食材强行揉捏在一起，金箔毫无味道，只会阻碍舌头的感知，和牛和松露互相抢夺风味。如果没有这碗素面做对比，我甚至没发现你的作品空洞到了这种地步。不可能，那是一碗草根吃的清水面，凭什么赢我的松露？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洗尽繁华，保留了生命最本真的味道。沈拳手的这锅汤不仅击败了你，更击碎了我们所有西方厨师长久以来的傲慢。沈大师，无法素面，中国匠人。勒梅尔，比赛结束了，你还记得我们的赌注吗？我可是米其林3星主厨，你不能这么对我。30天前，你把我的面条扔在地上喂狗，你说中餐永远是法厨的附庸。今天，我不仅赢了你，我还要让你知道，傲慢是要付出代价的。脱下你的厨师服，滚出这个赛场，永远别再踏入后厨。沈大师，夺冠后您最想说什么？太爷爷，我做到了，呵呵，哥把奖杯拿到了。我想说，最名贵的食材永远比不上人间最真实的烟火。中式美食不需要迎合任何人的标准，因为它本身就是最高级的艺术。近日，原刘金旭西餐厅主理人陆成因涉嫌雇凶投毒、敲诈勒索等多项罪名，被法院罚卷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其次，温曼因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恶有恶报，今天是个好日子，该去接和和出院了。走。哥，刘玉姐，我终于自由了。哥，你真的把面馆开成了全国连锁。刘毅，这几个月谢谢你，没有你，这口石锅的火烧不到今天。谢什么？我是非遗调研员，保护你这个国宝是我的本职工作。老王，少吃点儿，你那肚子都快顶到桌子了。这一路走来，我战胜了资本，打破了偏见，但最终我发现，这世上最好吃的面，不是为了赢别人而做的，而是为了做给那些你最在乎的人。面来了。